殿下，殿下，醒醒！殿下？什么殿下？王子殿下！看四王子又翻盖上了，小声。这是？我这是在哪儿？我不是在赶图纸吗？明天可就要交稿了呀！殿下，行刑的时刻要到了，请您尽快宣布裁决吧。等等，现在的我是辉宝王国的四王子罗兰·温布顿。征王令是老爸为了决定王位继承人想出来的馊主意。他把自己成年的儿女分别打发到治下的各个领地，根据我们5年的治理水平来决定立谁为储君。5年里，我要亲眼见证你们在领地里的治理水平。国王之位的继承权将是一场公平竞争。当这是玩即时战略游戏吗？谁保证开局条件都相同啊？武力值爆表大王子，财力值爆表2王子，兵力值爆表3公主，智力值爆表5公主。花天酒地，纨绔子弟，这个从小就不受宠又爱作死的四王子，被分到的就是这个鸟都不愿意拉屎的边陲镇，和一群土著们住在这个随便倾倒粪便的城市，然后被黑死病一波带走。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殿下，行刑的时刻要到了，请您尽快宣布吧。对了，我在这里，四王子在这里是打算处死一个女巫。该死的女巫，魔鬼的化身，作恶多端。在文明未开化的地方，居然真的有这种蠢事，把灾难和不幸归结到一个可怜虫身上。放开那个女巫！殿下啊！放走女巫！王子殿下在说什么？我困了，改日再判吧。可是殿下，殿下，这可不是在开玩笑啊！女巫一旦确认身份，必须处死，不然招来其他女巫将她劫走怎么办？一个胳膊比人家身体还粗的骑士，居然怕劫狱？再多来几个女巫，一网打尽不是更好？我要回去休息了，都散了吧。天哪，这都干了些什么事啊？上次和这么多活人说话，已经是过年的时候了。我该不会是加班过度猝死，然后穿越到这么个鬼地方了吧？罢了，这也是一次额外的生命，不能再抱怨什么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罗兰了。就先从摸清那个女巫的底细开始吧。殿下，您这样做太危险了，即使她被神罚之所困住，也不能保证一定安全。我的首席骑士居然会害怕一个小姑娘，也太扯淡了吧！他们可是魔鬼的爪牙。这家伙为什么长着一张男神脸，却是个话痨？来吧，让我见识见识。不许靠近！不用紧张。你叫什么名字？他可是在北坡矿区用巫术杀人，连火都烧不死的怪物啊！殿下，你千万不能和女巫对话，她会魅惑你的。北坡矿区发生了什么？你能仔细说一遍吗？怎么了？是不想提起吗？不，我会说出来的。我的父亲在那个矿洞里工作，却因为塌方被困住了。一个矿工却想趁机偷走他身上的财物。你这该死的小偷！去死吧！昂克叔叔，就你们坏我的事！不！安娜，这是你做的？女巫是女巫之力。拜托，女巫的事请不要说出去，求你们了。这样说来，你会在这里是被你那个邻居举报的了。他没有举报我。
举报我的人是我的父亲。殿下，您看他已经招供了，赶快处决他吧。不，我倒是想见识一下那个所谓的女巫之力。怎么，想看你们所说的魔鬼之力吗？我想看看。他们在我的脖子上挂上了神罚之锁，我无法发动女巫之力。你敢摘掉这个神罚之锁吗？你要是不怕自己的好奇心害死自己。来吧，开始你的表演。这是什么？殿下小心！这就是女巫的力量。别过来啊！这该死的女巫！难怪巴罗夫说火都无法烧死他，他自身就是火焰，又怎么会惧怕自己？结束了吗？火灭了吗？这个世界竟然真的存在魔法，它将是多么宝贵的资源呐！我满足了您的好奇心，王子殿下。现在可以杀死我了吗？不，安娜小姐，我决定聘用你。热力学第2定律，不可能把热从低温物体传到高温物体。这个世界摆脱了熵增的困扰，魔力可以无中生有，这简直比发明永动机还伟大。您说什么？殿下，王子殿下，您居然要聘用一个女巫？她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让我们全部遭殃啊！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您这样的举动是公然与教会为敌，我们都会被女巫公主会盯上的，他们会把我们一锅端的。巴罗夫，马上去草拟一份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你作为我的政务辅佐，该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吧？我要和安娜小姐确立正式的劳动关系，再吩咐人安排好安娜小姐的起居。之前交代过你们的都处理妥当了吗？按照您的吩咐，女巫已经于午时在广场被绞死了。殿下，您竟然救下一个女巫，这风险也太大了。不要怀疑我的决定，巴罗夫。在我看来，女巫可不是什么魔鬼或怪物。可是，巴罗夫，你觉得边陲镇是个好地方吗？并不算好。是非常糟糕吧？没有二王兄的财力，也没有三王姐的兵力，你觉得我胜过他们的几率有多少？几乎为0。所以，我只能换一种方式。好帅啊！对了，巴洛夫，安娜小姐呢？带她来见我。王子殿下要见你，换上你的工作服吧。竟然要穿这种！安娜小姐，罗兰王子有请，请走这边。虽然是临时搭出来给安娜练习的木棚，但挺像模像样的。殿下，安娜小姐已经到了。太合适了，果然我的选择没有错。冬装太呆板，法师袍太笨重，果然只有改良版的女仆装才最适合女巫的气场。怎么样，安娜小姐，衣服还合身吗？王子殿下，您为什么要收留我这种人？我是身上流淌着堕落和罪恶的血液的女巫，您不害怕吗？我不害怕。我认为女巫力量来自于魔鬼是世人的偏见而已。人们之所以恐惧，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这种力量，更不了解你。我不相信什么魔鬼之力，只知道那股力量属于你自己，而我会协助你控制并运用这力量。安娜，还能继续吗？
看来控制火焰的练习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衣服要被烧坏了！幸好先让提儿准备了这么多备用的衣服，真是派上用场了。报告王子殿下，巴罗夫有急事求见。殿下，您在这儿啊！巡逻队来报，发现了邪兽活动的痕迹。今年邪魔之月怕是要提早啊！邪魔之月。王子殿下可能不清楚，每年冬季第一场雪落下后，太阳暗淡无光，龙脊山脉中的地狱之门便会在此刻打开。边陲镇没有守卫能力，所有居民都要迁移到长歌要塞。不过，请放心，殿下的安危肯定是摆在首位的。你见过吗？地狱之门？普通人怎么可能看得到？不说龙脊山脉根本无法翻越，就连靠近山脉都会受到邪恶气息影响，除非什么？除非那人是堕落为魔鬼爪牙的女巫，只有女巫能不受邪气影响，才能见到地狱之门。那邪兽呢？邪兽你总见过吧？我没见过。我和殿下一样，都是第一次来到边陲之地呀。在王国中心回堡，几乎很少有人能遇到真正的邪恶。每年迁移一次，这地方还怎么发展？原本以为边陲镇只是土地贫瘠，但尚有开发的潜力，现在看来简直是个大坑。既然长歌要塞能抵挡邪兽，说明他们并非不可战胜。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边陲镇击溃他们？长歌要塞拥有巨大的城墙，还驻扎着莱茵公爵的精锐部队。边陲镇这种小地方怎能和他们比呀？这么说来，边陲镇设在北坡岭和赤水河之间，就是个炮灰吗？带着你的人去给我找本地的卫兵、猎人，他们要在此地待过5年以上，和邪兽战斗过最好。安娜，给我讲讲邪魔之月吧。好的，殿下。不像你们这些大人物，邪魔之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每年都要经历的噩梦，会死的噩梦。如大人知道的，我的父亲是个矿工，和这镇上的大部分人一样，过着苟延残喘的日子。每年邪魔之月，我们都会将边陲镇这一年的收获运送到长歌要塞，换取我们下一年的口粮和一些金龙。邪魔之月里，我们会在长歌要塞和临时安置点待到冬天过去。有一年，邪魔之月持续了4个月。长歌要塞的市政官员说，我们秋季产出的矿石只够购买3个月的粮食，第4个月要等新一批矿石到了才可以发放。可邪魔之月还没过去，我们根本无法离开要塞。不仅如此，因为在长歌要塞，吃的用的都是分配的，所以经常发生霸凌弱小的事情，有一些人就没办法熬过去。你一个女孩子，想必也过得很困难吧？你父亲……那时我的父亲还是很保护我的，那可是25枚金龙啊！父亲他也是想活下去。这样的邪魔之月不会再来了，我保证。巴罗夫在哪儿？把他叫来问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好的，殿下。这些就是我要找的人了。是的，这2人是边陲镇的巡逻队长，每年的烽火都是他们负责燃放的。这个猎人说，他和邪兽交过手，还亲手斩断过邪兽的头颅。王子殿下，下雪了，我们在烽火台看得到邪兽的动向，他们越过迷藏森林就点燃烽火，通知这里的人离开。既然是一起的，叫你搭档上来回答吧。邪兽都长什么样？他们能被杀死吗？可以的，殿下。他们原本是森林里的普通动物，虽然被地狱气息感染变得狂躁凶恶，但仍可以杀死。每年邪魔之月过去后，
长歌要塞都会派出骑兵队清扫要塞到边陲镇陆路上残余的邪兽，他们没什么了不起的。回王子殿下，我就杀死过邪兽2只。这气场，不愧是自称杀过邪兽的男人。这是镇上的猎户，名叫铁斧。他这么高大，据说有墨金族的巨人血统。你说你曾杀死过邪兽？1只野猪种，1只狼种。种什么意思？种是我们猎户对他们的分类。他们原本都是森林里的普通野兽，但是因为地狱的邪恶气息，才变得凶残狂暴，很难对付。狼种则更为狡猾，奔跑速度惊人，想要杀死它，需要提前设置陷阱。像野猪种，它的背部皮毛极为坚硬，50米外连弩弓都很难穿透。强的更强，快的更快，但仍是动物。正是这样，他们都不是最可怕的敌人，最可怕的是混合种，他们才是魔鬼的化身。只有地狱才能创造如此恐怖的妖兽。我见过的一种混合种，它不仅有猛兽般强壮的肢体，背后还长着一对硕大的翅膀，可以短距离飞行。而且它像知道我在哪里一般，不管我怎么躲藏，它都能把我撵出来。这个世界越来越奇幻了，一道坚固的城墙就能挡住所有普通邪兽，但会飞的怎么办？混合种应该很稀少吧？并不多，殿下。每次邪魔之月只会有2、3只这样的妖兽，不然的话，长歌要塞都要面临大麻烦。果然是这样。我决定留在边陲镇。此事绝对不行，殿下！光是野猪种的邪兽，就只有要塞的精锐士兵才能对付了。加上他们数量众多，没有坚固的城墙做依托，光靠本地卫兵来阻挡的话，只怕死伤超过1成就会溃败。是吗？如果给你一座城墙呢？我给你一座城墙，就在北坡山脚和赤水河之间。胡闹也要有个限度啊！您知道建这样一座城墙要多少时间吗？别说现在离邪魔之月已不到4个月，就算是4年也不见得够。我明白了，你也不必这么快下结论。如果到时候没有可靠的城墙，我会跟你撤离到长歌要塞的。我可没打算把命丢在这个鬼地方。我会誓死保护你。海风变冷了，冬天要到了。法人，我们的黑帆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如果不出意外，他们会在3日后抵达碧水港。这是今年最后一次出航，希望他们能带给我足够的惊喜。金龙要是只藏在柜子里，就跟石头一样，只有把它们花出去，才能体现真正的价值。回屋里吧，风越来越大了。殿下，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何国王还没颁布征王令前，您就能提前预知到这一切？预知？我并不知道父亲会想出征王令这种烂点子，来为他那宝贝2儿子铺路。将城市治理的最好的那位，就一定能坐上徽宝王座吗？我原本以为你看到黑帆计划能懂的，法瑞恩。原来如此，您的船队并不只为了财物而组建，允许掠夺，不加税收。自从黑帆计划实行以来，就逐渐收获了经验丰富的水手、凶悍的战士以及万众拥戴的民心。这就是徽宝的3公主加西亚温布顿，能够依靠远见和实力登上王座的女人。对了，这些先放一边。听说之前那些小把戏都失败了。是啊，只有边陲镇有消息传来，汇报说药丸失败，其他地方连消息都没有。没有消息，应该是被哥哥们干掉了吧？不过我没想到连4弟都能安然无恙。说实在的，我有一点失望。翠鸟在密信里说，她是亲眼看着4王子把药丸吃下去的。失败就是失败，我不想听任何解释。过不久就是邪魔之月，我可爱的4弟要去长歌要塞避难吧。到时候邪兽入侵，要塞肯定要乱上一阵子。你写信给翠鸟，让他把握住这次机会吧。是。药丸是在炼金大师恩比瑟那边买的吧？当时他说什么来着？无色无味，
触水即化，服入必死，无药可救，是他最新的炼精成果。是。唉，绞死他吧。安娜，今天又在读什么呢？贵族的诗作还是宗教演变史？你好，卡尔凡伯特老师。绞死他！该死的女巫！恶魔！怪物！绞死他！恶魔！不，原来我又梦见了安娜的绞刑。安娜这样纯洁的女孩也被视为邪恶的话，灰堡里那些贪得无厌的行政官员才是来自地狱的魔鬼吧？要不是他们为了几百枚金龙偷换食料，也不会导致灰堡新剧院在建设中发生坍塌，打进去30多条人命。他们才是最应该上绞刑架的人。可是这个国家并没有给他们相应的制裁，反而是由我们清白无辜的石匠会担下了这个罪名，还有把天真懵懂的女孩冠上魔鬼的名号，残忍地送上绞刑架。神啊，什么是真正的邪恶？您能看得清楚吗？老师，我觉得我的身体有点不对劲。我会和安娜一样被绞死吗？不会的，你会好好的，老师会保护好你的。石匠会覆灭时，我没能站出来；安娜被绞死时，我也没有站出来。不能让娜娜瓦重蹈覆辙，我必须做点什么。哎呦，别挤呀！有这么好的事儿，我不信，让我进去看看。四王子殿下居然要在这个时候征召人手，一天能给我们几个子？对了，随时人你连垒个粪坑都不利索，能建出个啥？对了，王子殿下，传言王子殿下想法独特，性格与常人不同，而且极为厌恶教会。不过，更可能是被当成女巫的同党，一起送上绞刑架。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厌恶教会的王子，同样将教会的律法当作废纸了。为了已经死去的安娜，为了还活着的娜娜瓦，为了我心中的裂纹不再扩大。殿下，这道城墙您打算修多高、修多宽呢？至少高15尺，宽6尺，可供4人并排行进。那么，它需要下挖1人深的沟槽来稳定上部墙体，而且顶部宽6尺，墙高15尺的话，下部宽度则至少翻倍。即使挖沟槽和砌墙体同时进行，给我350个工匠，我也只能保证在明年的邪魔之月到来前完成它。能告诉我主要的问题在哪儿吗？主要是砌墙的部分，要保证城墙的稳固，每块原石必须仔细挑选和打磨，不然很难粘连。我知道了，就按你的方案做吧。挖槽砌筑同时进行，砌墙的部分不用担心。辉宝炼金工坊最新作品水泥会给你惊喜的。水泥？殿下，这个房间真的可以炼出您所说的水泥吗？水泥的生产原理非常简单，原料也很普通，稍微在边陲阵里倒腾一会儿就能弄到。但炼成的关键就在于熟料的煅烧温度。然而我不记得所需的具体温度，这个时代也没有可靠的控温与测温工具，所以……卡特，你先退下。是。所以炼制水泥只能依靠女巫的力量了。怎么样？不负殿下所托，这就是你要的东西。看起来很像，具体行不行要试试才知道。它有什么用啊？造房子、造桥、修路，可以用的地方太多了。如果它能成功，以后人们的居所将不畏风寒，暴雨和大雪也无法摧毁。这么了不起的建筑材料是靠你才做出来的哦。啊！殿下，这就是水泥的效果吗？好像确实是把2块石砖粘合在一起了。很好，非常坚固，与普通泥土夯实后的触感完全不同。好了好了，卡特，别忙活了，我已经大致了解水泥的坚硬程度了。这次锻造很成功。这就是水泥的效果？明明昨天还能像融化的蜡烛一样流动，经过1晚上便坚如岩石。有了这种东西，城墙想建多快就能建多快。只要石头足够多，我们甚至能在5年内建出一道围绕国界的城墙。那有什么用？再高大的围墙也挡不住来自内部的敌人。我倒宁愿把边陲镇的破旧木屋
都变成坚固的水泥房，让我的领民不必再担心落到一场天灾后无家可归的境地。以后会让你们看到的，在这里，女巫就是第一生产力。还好发出招募，将碎尸工的人数增加了1倍，才能在安娜休息的时候充分准备更多的原料。毕竟长期在扬尘环境中工作，很容易引起矽肺病。我不能一直依靠安娜去做这些事。以后生产规模扩大化，一个安娜可不够用啊！女巫不能作为消耗品，而应该作为推动文明发展的引擎。虽然现在靠安娜的力量基本解决了水泥问题，连接北坡山与赤水河的城墙基础虽然也动工开挖了，但是建成却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可是王子殿下，您正式开工那一天，屈尊给北坡的工人们做了个示范，现在他们干活已经很卖力了。尽管这么努力，北坡只挖出一条歪歪扭扭的沟槽，与其说是城墙基础，倒不如说是条排水沟。虽然我作为曾经的机械绘图狗，与隔壁的土木搬砖狗并称理工双狗，但是所学内容天差地别，对于这种工程类的问题，我根本就是一窍不通啊！快来个专业的帮我想想办法吧。王子殿下，原来您在这儿啊！我有要事禀报。什么事？有石工匠响应了您的招募，并且自称在辉宝石匠会待过。石匠会好像是大名鼎鼎的组织，虽说他们因为一起施工事故被勒令解散了。搞这行哪能不出事呢？现在我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带他来见我。是。王子殿下，您要见的人我已经带来了。尊敬的王子殿下。好了好了，繁文缛节就免了，把头抬起来吧。是。那是安娜吗？你什么？老师，卡特，关门堵上，别让他跑了。这也太巧了吧！随便招个工匠，也能招到女巫的邻居。真的是安娜，真的是你，安娜，我，对不起，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看起来并不像是会对安娜不利的人，或许其中有一些隐情吧。你先别紧张，平复一下心情，再回答我的问题。你不是石匠吗？怎么变成安娜的老师了？十分抱歉，殿下，我失态了。又是一个女巫，这下还真是重大喜讯。虽然暂时还不了解她的能力，但她若是愿意提供帮助，总能在邪魔之月里派出用场的。我需要她的帮助。比起魔鬼协力这种无稽之谈，我更相信女巫的力量无关善恶，是可以控制的。所以安娜也好，娜娜瓦也好，任何女巫只要没有做出违法之行，我不会认为她们有罪。接下来我们谈谈正事吧。你参与过辉宝城墙的建设？是。很好，我打算在赤水河和北坡山脚修建一道城墙，用来抵挡邪兽入侵。如今这项工程就由你来负责。我已经死了吗？你没死，安娜也活得好好的。我是四王子罗兰·温布顿，而你是？我是娜娜瓦派恩。娜娜，你确定没事？有没有受伤啊？他们没有虐待你吧？你每天都吃了什么？这件奇怪的衣服又是什么？安娜现在才17岁，当她长大后会变得有多出众？派恩小姐，听你的老师说，
你觉醒为女巫了。你会绞死我吗？哦不，当然不会。上脚架的都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你不是，安娜小姐也不是，所以不用担心这点。我也不确定。老实说，女巫是被魔鬼引诱后才拥有的邪魔之力，可我并没有见过魔鬼啊。你是何时发现自己变得与众不同的？大概1个礼拜前吧。我看到一只小鸟摔断了腿，很想帮帮它，然后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我手中跑了出来。有东西跑了出来，接着呢？像团黏糊的水，突然把小鸟包围住，接着小鸟的腿就好了。卡特，给我找一只鸡来。鸡？对，要活的，十分健康，无任何疾病的那种。遵命。难道它的力量是治疗类型的？它的能力对于个体生命来说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你能救治小动物，为什么还会觉得女巫是邪恶的？老师说过，女巫能做到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有时候看起来并不坏，但那是魔鬼为了引诱更多人而设下的陷阱。我真的没有见过魔鬼，我发誓。你当然没见过，那不过是教会的谎言。你的老师也是被蒙骗者之一。教会骗人？为什么？这无关喜好，仅仅是为了利益。殿下，轻一点儿，会疼。没事，很快的，一下就好了。卡特，把鸡给抓稳了。是，殿下。派恩小姐，现在就请拜托你治疗这只鸡吧。我试试看。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娜娜瓦的能力了。她可以复原破损的部位，虽然无再生，但把断肢接上施展能力，就能让断口完好如初。只是她没办法逆转生死，一旦鸡死亡，她的治疗就不再生效了。好了，卡特，把这只鸡还给厨房吧。太过分了，王子殿下。好了，别瞪了，来吃点东西吧。殿下，安娜，明天再见。明天见，派恩小姐。您为什么不把她留下？她和我一样，都是女巫吧？她还有家人，而她的家人目前并没有发现她是女巫。只是早晚问题。对，早晚问题，但能晚一点是一点啊。你想你的父亲吗？并不。娜娜瓦会经常来的。事实上，我打算让她每2天来这儿练习一下自己的能力。你想和她一样，重回学院，和其他孩子一起学习吧。只要我在，你们终将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这一天会到来的，我保证。自从卡尔范伯特接手了修建城墙的工程，我好像顿时清闲了不少。每天下午陪2个女巫在花园里做练习，顺便喝个下午茶，偶尔去北坡山脚看看城墙的修建进度。虽然2个星期下来，工程的推进已经十分理想了，但……殿下，最近招募匠人和杂工的花费颇大，这笔钱都是从您的口袋里掏出来的。按照现在的财政预算，恐怕撑不到明年春天了。怎么办？我好穷啊！最近4王子殿下简直变了一个人呐！在辉宝，4王子罗兰我行我素，肆意妄为，毫无贵族风范的恶名简直无人不知。要不是温布顿陛下承诺在征王结束后就委任我为正式的财务大臣，我真想甩手不干了。刚到边陲镇时，王子殿下把能得罪的当地贵族都得罪了个遍，别说征王了，他根本无心治理城镇，全都靠我从辉宝带来的几个文职人员在打理行政事务。救下那名女巫起，殿下就像是换了一个人。建设边陲镇，光靠掏我的腰包是完全不够的，但是镇上的经济收入实在太惨淡了。
今年开采的矿石全都抵押给长歌要塞，换取邪魔之月的口粮。这种不平等交易简直是恶意垄断。其他的收入主要都来自镇上铁匠铺、酒馆、纺织这种小产业。对于修建城墙的预算来说，不过是9牛1毛。必须想办法改善边陲镇的经济收入模式了。难道是被魔鬼附身了？不对，任何邪魔之力都会在神罚之锁面前溃散，他不可能被魔鬼附身。这地方还是这么破。您上一次来这里还是1年前吧，大使先生。这个穷镇子什么都没有，除了石头。是1年半前，公爵大人每季都会抽不同的人。我上次到边陲镇还是夏天，而且这里除了石头，还有各种上佳皮毛，以及什么？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大片尚未开垦的土地。作为要塞的前哨，如果承担起防线的责任，中间大片土地都将纳入要塞。哎，堆场里怎么是空的？边陲镇不应该把矿石都准备好了吗？明明说好今天就在这里交货的呀！我们去城堡觐见殿下。大使先生，怎么办？边陲镇难道有了新的贸易对象吗？他们把矿石卖给了柳叶镇，还是坠龙岭？一定是那愚蠢又自私的四王子的主意。您看，先生，那是柳叶镇的船。如果王子已经开始联系赤水河下游的那些城镇，我的筹码就又少了一份。若按之前的垄断方案来谈，肯定谈不成的了。大使先生，我们到了。这四王子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这2根小木棍是……大使先生，你觉得怎么样？比起参差，这对橡木棍方便易得。推广之后，我的领民将不再因为用手抓食物而病从口入。这位四王子殿下真是深不可测啊！殿下，根据往年的惯例，今天应该是交割矿石的日子，可我并没有在码头堆场看到矿石。很不幸，前阵子北坡矿洞发生了塌方，这1个月我的人都在试着恢复生产。然而，坍塌处的碎石仍未清理完毕。按这进度，矿区开工只怕要拖到明年了。那之前2个月的不太多。按惯例，那点石头养不起我的领民。大使先生，你应该记得2年前的邪魔之月吧？如果今年也按之前的方式交割，恐怕只能换到2个月份额的小麦。那样的话，我的人民撑不过这个冬天。过去的贸易方式必须废止，大使先生。殿下，我对此事深表遗憾，但这一次绝对不会重演之前的悲剧。我会让要塞的6大家族共同借出1个月的粮食，您的子民可以来年恢复后慢慢偿还。我卖给柳叶镇的话，可不用什么慢慢偿还。柳叶镇愿意用金龙来购买石头，凡是能用金龙买到的，他们都卖。这比和长歌要塞以物换物的模式要合理得多。退一步说，大使先生，就算你愿意出借1个月的粮食，但你有代替其他家族做出决策的权利吗？看你的家徽，应该是金银花家族的人。作为6大家族之一，你要怎么说服莱恩公爵和其他家族达成协议？你能一锤定音？父亲，边陲镇的新领主四王子肯定不敢用矿石和珠宝来换粮食和面包。我们如果以低于市价30%的价格收购，那仍然还有赚。那个猪一样的王子，他哪有那么大的能耐来处理边陲镇的贸易事务？别提这事儿了。边陲镇的买卖不会因为那个废物的到来而有什么变化。确实，连父亲都很难说服，但总得试试。30%殿下，我们用低于市价30%的价格收购边陲镇的矿石和宝石原石，这个价格应该比柳叶镇开得更高。殿下，我日后便会启程返回长歌要塞，与各大家族达成协议后，我会带着新的契约前来。殿下，与要塞合作对您和您的子民来说都是更好的选择。柳叶镇太远了，虽然到那里也可以躲避邪魔之月，但路上容易怎么样？容易发生危险。天啊，神灵在上，我刚刚都说了些什么？我这是在威胁一位王子。
大使先生，你似乎弄错了一些事。我并没有打算去柳叶镇避难，当然，我也没打算去长歌要塞，我哪儿也不去。您说什么？这个冬天我会一直待在边陲镇，边陲镇将成为辉宝王国的新边境线。待会儿我可以带你去参观下新筑起的城墙，就在北坡山脚边。您说城墙？是的，连接北坡和赤水河，高20尺、宽40尺的石砌城墙。有了这个，我们就能在边陲镇击溃邪兽。那个四王子在邪魔之月到来之前还在大兴建设，简直愚蠢又无知。听说啊，他还和边陲镇的贱民们一起挖土工，说要建城墙，简直痴人说梦。这么短时间内能建起什么来啊？别到时候被邪兽追得屁滚尿流。我还以为这是贵族间流传的一个笑话，没想到王子殿下他真的造起了城墙。这要怎么做到？这种规模的城墙，没有个数年是造不出来的。殿下，您说的我都记下了，回去后会立刻和6大家族协商。只是那城墙，我想去看看。这个年代毫无夜生活可言，不造人的话，大家都睡得比较早。像我这样的王子，就有特权让几个侍女侍妾，但我太正直了，不会这么做。其实是脸皮太薄，说不出口。谁？没想到长歌要塞的大使居然夹着尾巴灰溜溜的回去了。看来四王子还是有点手段的嘛。刺客。请别冲动，殿下，我来这儿只是想和您谈谈。见鬼，有这样留人谈话的吗？你是谁？我没有名字，我的姐妹们都称呼我为夜莺。我在此向您表示感谢，非常感谢您这段时间来对女巫的包容与照顾。感谢。对了，那是殿下，硬币上的这种图案被称为圣山与魔眼之印，是女巫公主会的徽记啊！您可多加注意啊，他们可不好惹呀。你是女巫？殿下果然博学多识。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安娜吧？虽然不知道你从哪里听来的消息，不过现在才来也太晚了。如果我真要绞死她，她早就死了。我知道的，而且您要真这么做了，我也不会只想和您谈谈。公主会不大喜欢插手世俗事务，为了一名女巫杀死一位王子，可能太过分。不过，给您留下个深刻的印象，我还是办得到的。她活得好好的。我知道，除了她，还有一名叫娜娜瓦的小姑娘。我在1个星期前就到了此地，只是并未和您见面而已。但是您所做的一切，我全都看在眼里。1星期前就来了，还把我所做的一切都看在眼里？难不成这家伙一直跟着我还完全没察觉到？好吧，你是想和我谈谈，不会只打算道谢吧？您站着和我说话不累吗？请到这边来说吧。我长得并不可怕，不会吓到殿下您的。您说是吗？好吧，看起来他确实没有什么恶意，就姑且听听他怎么说吧。现在你可以说了。果然，你不害怕我。你和我见过的那些人都不同，他们憎恨我们，是因为他们惧怕我们。我能从他们的眼中看到恐惧，而你只有好奇。喂，气氛不要变化这么快好不好？刚刚还是刺客信条，怎么就突然变成霸道总裁风了？不过，我来这里是想告诉您，我要带走安娜和娜娜瓦。不行，他们在这里过得很好，没有人能伤害他们。再说，你想带他们去哪儿？不会有地方比这里更安全了。带他们去共助会，那才是他们的归宿。共助会的成员都是他们的同伴，他们无需再伪装自己。你们根本没有固定的落脚点吧？1个月前，我的卫兵在密藏森林里发现你们的营地，足迹显示你们在北境，可是北方只有无边无际的大山。您说的没错，现在共助会正在绝境山脉的某处，对女巫来说，那里绝对安全。像个野人一样在山里过冬，到底哪里安全了？有干净的饮水吗？有充足的食物吗？有温暖的住所吗？而且邪魔之月就要到了，你们到底在想些什么？
等等，巴罗夫说过什么来着？共助会建立的目的就是想把女巫聚集起来，一同寻找圣山。女巫只有前往圣山，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宁。难道你们打算在绝境山脉里寻找圣山？请恕我无可奉告。我是绝不会答应的。2个月以后，整个域外都是邪兽的天下，绝境山脉即使能避开人类，也躲不过邪兽。对了，要不这样好了，圣山什么时候都能找，你们干脆都来边陲镇过冬吧。不错，等冬天过去了，再找也不迟。共助会搬到这里，您还真是个有趣的人。可是殿下，就算您不害怕女巫，您的人民总会害怕。而且，我们一旦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下，教会的爪牙很快就会找上门来。只要在女巫的帮助下顺利度过邪魔之月，我的人民便会意识到他们并非邪恶之徒。另外，我想要带走他们的原因还有一点，安娜她快要成年了。成年？没错，殿下，您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被看作是魔鬼的化身吗？大多数女巫的觉醒都发生在邪魔之月，也就是相传地狱之门开启的日子。通常来说，成年是女巫的一道分界线，18岁后仍未觉醒的女子基本不会再有可能成为女巫。成年之后，女巫每年都会在邪魔之月遭受邪魔尸体的折磨，那是难以想象的痛苦，就像有什么东西要破体而出，每根血管和筋腱都会胀痛难忍。如果能熬过去，休息个4、5天就可以恢复，但是坚持不下来的女人就会在这份折磨中死去，并且死相惨不忍睹。这便是女巫被视作魔鬼化身的证据。这种惨烈的死相，加上教会的推波助澜，我们就被认为是魔鬼的化身。那成年之后呢？在成年后，这种力量会稳固下来，相对之前来说有一个大幅提升，甚至会派生出新的分支能力。古书上记载，女巫在圣山才能获得永恒的安宁，不必再遭受邪魔尸体的折磨，这是真的吗？谁都说不准，毕竟圣山只在传说中出现过。不过带他们去共助会营地，活下来的几率总会更大一些。女巫若是不必隐藏自己，尸体之力会比以往减弱不少。虽然我的种田计划里少不了安娜和娜娜瓦的帮助，但因为我的计划就要让他们承受巨大风险。好吧，安娜就在楼下，我去叫她过来。如果她愿意的话，你就带她离开吧。至于娜娜瓦，我等明天才能见到她。感谢您的理解，我果然没看错你。我不走！什么？安娜，我没有骗你，我能感受到你体内翻涌的魔力，它已经接近成熟了。2个月后的邪魔之月就是你的成年日，早一天到营地，你就多一份安全。你还记得你曾问过我，是否想和娜娜瓦一样，重新回到卡尔老师的学院和其他孩子学习吗？我当时没有回答你后面说的那些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什么的，我也不在意，我只想待在殿下的身边，仅此而已。邪魔尸体杀不死我，我会战胜他。好吧，我知道了。那么你会独自离开吗？不，我也留在这里好了。我想，没有经历过成年的雏鸟是不会明白它的凶险。为什么？难道整个冬天都要监视我？我在死亡边缘挣扎过数次，也曾亲眼目睹了同伴的消逝。所以，当那一天来临，我好歹能帮上他的忙。假如他没有挺过去，我也有处理后事的经验。那么，告辞了。这就是夜莺的能力吗？毫无声响的逆宗术，简直是天生的刺客。对了，时间不早了，快回去睡觉吧。啊，傻瓜。我的领民们，中午好！我是辉宝的4王子罗兰·温布顿，在这个时刻将大家召集起来，是因为有一条重要消息要告诉你们。4天前，长歌要塞的使者抵达了此地，为了交割矿石而来。但是大家都清楚，1个月前我们遭遇了场不幸的事故，北坡矿洞发生了塌方，直到今天仍不能恢复生产。好像上季度的矿产只有平时的1半啊！好多人都受伤了。我向使者说明了情况，并希望他能按足额的量拨给边陲镇食物。
所缺的矿石待冬天结束后补上，但他拒绝了，没有任何协商的余地，就如2年前一样。2年前，有因为缺粮而死那么多人了吗？2年前，你们因为粮食短缺的问题，失去了2成的同伴，有人失去了兄弟，有人失去了孩子。这一次，你们还要准备失去多少？殿下，请救救我们！求求你帮帮我们吧！是啊，殿下。当然，我不会丢下我的领民，任何一个都不会。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2个月的矿石足以换来大半年的食物，但长歌要塞却从未和我们公平交易，没有人性！可恶，居然坑了我们这么久！所以我已经将矿石卖给柳叶镇的商人，换来了好几船粮食，足足1个冬天的量，所有人都能吃饱。太好了！但是，这样就和长歌要塞断了关系，所以今年冬天我们将在边陲镇度过。我知道有人担心邪兽来袭时我们是否能挡住，大多数人已经看到边陲镇的西边一座坚固的城墙正在建立。我要告诉你们，邪兽并不比森林中的猛兽强大多少，它们爬不上城墙，也咬不动石头，尽管皮糙肉厚，也不过是一群可怜的靶子。我的领民们，你们是愿意躲在要塞的窝棚里窝囊的饿死，还是在我的率领下保护你们的亲人孩子，为边陲镇守卫到最后一刻？我再次承诺，只要坚守至邪魔之月结束，所有在城墙上战斗过的镇民都将获得25枚银狼作为报酬。凡不幸牺牲的人，他的家人都会得到5枚金龙的补偿。愿为殿下而战，誓死保卫边陲镇，为了殿下而战。你说那个天真的王子居然想把我们甩开单独干？赶在冬季来临前抢修城墙，我该夸奖他勇敢好，还是嘲笑他不自量力好？他连石匠都没有，就靠着未打磨的石头往上堆，中间糊些湿泥巴，只怕堆高了自己就会垮下来。不管怎么说，这是件好事儿。如果他逃回长歌要塞，自然让我们摆布。佩罗，你的看法呢？我原本是想将垄断经营维持下来，只要低于市价3成，对我们来说仍然是笔值得做的生意。不过殿下并不打算让要塞专营矿石，他愿意降低5成售价卖出矿石，意味着他有计划让明年矿石产量大幅增产，这样我们赚的可比以往还要多。他还打算自行出产铁器出售，铁器在哪里都是抢手，但这些都不是重点。哦，重点是什么？如果他能守住边陲镇，对要塞绝对是个绝好的消息。我们不必每年都把精力放在对付这些邪兽上，而且征王令只有5年，5年后我们将得到一个更为繁荣的边陲镇，那时长歌要塞就会成为王国面积第3大的领地。所以我的建议是，要塞派出人手帮助殿下修建城墙，并协同防守边陲镇。说得不错，但都是些商人的想法，只看得到利益得失。边陲镇是繁华还是破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是我的地盘，谁都别想把手插进去，即使王子也不例外。殿下，这就是您所说的力大无穷的玩意儿？是啊，多亏了安娜用她的能力，才能把这么多铁板都无缝焊接在一起。蒸汽机带来了人类第1次工业革命所需的原动力，虽然看似简陋，却散发着无与伦比的工艺之美，简直是专属于我这种机械狗的浪漫。殿下，这个铁疙瘩真的不是邪教仪式的机关吗？殿下，这不就是烧开水吗？果然是个炉子。这就是殿下所说的潜藏在自然中的力量。殿下说，他能取代人力和畜力，这蛮力，只怕10个骑士都难以抵挡。培养1名合格的骑士需要15年，制造1台这样的铁炉却只需3天。他不需要喂养，不怕寒冷和饥饿，也不怕剑士和刀枪，只要在前面装上撞墙，
他就能在战场上横冲直撞。这样一来，传统的骑士还有必要存在吗？哦吼！有了这样的动力系统，我的种田伟业又迈出了跨时代的一步。有人？看来外面的传闻果然不能相信啊！我去，又是你！还能不能给人留点隐私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以为这是你家啊？都说四王子不学无术，性格恶劣，实际上比起宫廷大师也不遑多让。这纸上画的就是那台铁炉子的设计图。你咋连我锁在办公桌里的机密图纸都搞到了？你称呼它为蒸汽机？是设计图没错，不过没有安娜的帮助，它也仅仅是张图纸。它能做什么？很多，运矿、排水、冶铁、锻造，凡是要出大力气的地方，它都能起到作用。那我收下了。我们共助会也有能操控火焰的人。喂，我还没同意。当然，我不是白拿您的东西。您先看看这个，信鸽传递用的密信，不过被我截下来了。什么？这收信人好像是您的侍女提尔，看来您的后宫并不安稳呢。信中提示他不能重复上次的失败，必须趁邪魔之月的骚乱把你给干掉呢。提尔，好像确实有这样一位侍女。没记错的话，以前那个花花公子罗兰总爱吃她的豆腐。虽然信上没有署名，但可能出自您的亲兄妹们。您打算怎么办？需要我帮忙处理吗？麻烦你了，如果可以，替我问问他背后指使人是谁。如您所愿，殿下。那么刚刚的图纸就当做报酬了。殿下，您的侍女提尔于昨晚死了。什么？她从房间阳台摔下去的，现场没有打斗痕迹，守卫也没有看到外人进出，应该是她不慎跌落，这是一场意外。还真是遗憾，她的后事就交给侍女长去办吧。是。你问出什么了吗？什么都没。他见到我时就自杀了。你居然没有制住他，我以为你经验丰富。我捆住他了呀，谁想到他牙齿里藏着毒药，连丝毫犹豫都没有，所以我只好伪造成一场意外坠落。虽然没从他口中问出什么，但并不代表我一无所获。这是我从他房间搜到的，看样子是一封家书，寄信人称提尔为姐姐。虽然内容只是普通闲聊，不过对方经常提到所见的海景。据我所知，你的那两位哥哥可看不到海。海？难道幕后指使者是碧水港的三王姐？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三王女加西亚·温布顿的手上，可能靠着提尔的家人做人质，把提尔当作暗杀你的棋子。从提尔自杀的果断作风来看，他在安插过来之前，至少受过2到3年的相关训练。果然征王令不会那么容易就结束，就算我不征，也不等于置身事外。为了王位，我的兄弟姐妹根本不会有所顾虑。类似的事，恐怕以后还会发生。有人来了，我先告辞了，殿下。白天也能玩这一套。殿下，愿意在邪魔之月里作战的领民们已经响应了您的征召，通过筛选，现在正在城墙下列队。哦，我现在就要去看看。是，我现在就带您过去。只是，您真的打算采用这些人来对抗邪兽吗？看来，巴罗夫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这就是响应征召的人。殿下，这都是按您的要求筛选的，男性、非罪犯、18岁以上、40岁以下，以及身体无残缺，我都仔仔细细的检查过了。好吧，一开始不能期待过高。
毕竟这个世界生产力如此低下，普通民众吃不饱穿不暖，自然不会有健壮的体魄。一支全部由平民组成的部队，在这个时代的确是件极富想象力的事。殿下，此事本就不可行。您看看他们，哪个能握得住刀剑？我建议还是从其他地方雇佣专业的佣兵来守卫城墙，这些人就留着做杂物好了。不，我就用他们。一支强大且富有生命力的队伍，成员必须来自于人民。无论是封建军队、近代军队还是现代军队，都无数次验证了这个规律。那么，殿下，我明天就开始训练他们如何握剑，尽管用处可能不大。用剑？不，你先带他们列队和跑步。啊！还有，把上次那个叫铁斧的猎人叫来，你们先一起看我怎么做。立正。殿下，您这是干什么？要如何训练一名战士？我的家族有一套完整的训练方法，可是您为什么要采用这种低效的方式？一个上午里只保持这种简单的站立，还可以在午饭里额外领一个鸡蛋，鸡蛋很贵的好不好？这是什么训练方法？看看他们眼里只有吃的。你看着就好，今后几天的训练也要按此执行，当然会有些细节变化，我会一一罗列在纸上。在冷兵器时代，的确不可能2-3个月里就训练出一批合格的战士，而且我也不需要那种穿个裤衩就能手撕野兽的斯巴达战士。军队个体战斗力可以不强，但一定要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因此，想要快速做到这点，就要把大学军训那套搬过来，仅仅半个月就能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融成一个整体。不管过程如何，效果还是很明显的。等这群人彻底知道纪律为何物后，我才好实施下一步计划。开饭了！终于开饭了！果真有额外奖励一个鸡蛋耶，太幸福了！慢着，不要急，王子有令，所有人必须排成4列纵队，一个一个上来领餐具及午餐。任何捣乱秩序的，将会强制最后一个分配食物，闹事者由卫兵处置。殿下真是的，还有闲情逸致来教他们学会规矩。嘿，看看那是谁？那不是铁斧啊！住在老街里的人都认识他。各位，午饭后将有一段休息时间，我们将步行到镇里巡逻兵居住的营地。这位是铁斧，你们的队长，他接下来会带领大家学习搭设帐篷的技巧。铁斧现在开始为四王子办事了？好像是的，我经常看到他跟在那个骑士身边。殿下，您真的打算任命一个沙弥为队长？他不属于辉宝，甚至不属于大陆王国。女巫也不属于辉宝，但是他们都属于边陲镇。再说了，这里不是有你看着吗？可是，殿下，边陲镇不计较出身，只要没有违反王国律法，他们就仍是我的领民。对了，训练条例我写好了。比起沙民，我觉得你还是多关心一下这个比较好。总之，有几点你先记下：每天下午带着所有人围绕边陲镇跑圈，到太阳落山为止，每个人都得完成。若无人放弃，每餐多加一个鸡蛋。殿下，这些我能理解。只是每天晚餐后，全体前往卡尔老师的学院接受文化培训，难不成您还要教他们读书写字？这对同邪兽战斗毫无帮助啊！谁说的？一支善于战斗的队伍，必然是支有文化的队伍，这是历史总结的经验。您最近真是起得越来越晚了。喏，您的早餐我趁热吃了一半，现在都凉了。这家伙现在大白天里都不隐身了吗？没有人教过你在王子面前应该保持谦卑吗？记得你一开始还是挺守礼仪来着。像这样吗？反正您也不在意，对吧？而且您也不喜欢那些繁琐的礼仪，我看得出来。这也能看得出来？你这家伙是开天眼了吗？随你吧。不过你以后吃了早餐就把它吃完，我想吃的话会再叫一份的。遵命，殿下。对了，我刚刚看了一眼桌上的订单，您打算买那么多冰芒干什么？现在是冬天，想喝冷藏的麦酒，直接在屋子外放一晚不就行了吗？做冰镇奶酪吃，现在气温不够低，得结冰才行。不愧是四王子啊，是个讲究人。虽然夜莺并不是敌人，可也不像安娜一样知根知底。在没有摸清她的底细前，有些东西还是先瞒着比较好。毕竟我接下来要制造的火枪和蒸汽机不一样，
没有太多技术壁垒，制造方法一旦传播出去，会对我的种田计划不利。贵族喜欢在夏天用硝石来冷却饮品享用，冰芒是他们给硝石起的雅称。硝石是制作火药所需要的重要材料。对了，你们女巫共助会除了寻找圣山之外，还负责训练杀手吗？不，他们只是一群为了梦想聚在一起的可怜人。我加入共助会不过是最近2年的事儿。也就是说，你之前在为别人效力，除了我之外，也有其他人愿意收留女巫吗？收留？怎么可能？假如知道我会变成女巫，他连大门都不会让我进去。至于后来，若不是我对他还有用的话，只怕早就被秘密处决掉了。哦，能跟我说说看吗？殿下，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我会告诉您的。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请放心，我在5年前就自由了，并不需要替谁卖命。终于做出来第1支了，好吧，虽然过程里状况频发，但归根结底也是男人的浪漫。虽然知道蒸汽机的初衷是为了高效率的制造枪管，但既然是初号机，哪有不暴走的道理？但是按这个效率，邪魔之月到来之前，最多只能造出4把。那么殿下，您要怎么用这个叫碎发枪的玩意儿来和邪兽战斗？挑选镇里猎人里最杰出的人才，由他们组成精英小组，让他们使用这种武器。挑选猎人，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我们的巡逻队呢？这个巡逻队总觉得不太靠谱啊。布莱恩，受死吧！蠢东西，你还是投降吧，想和灰狗一样下场吗？灰狗，我绝对不会放他们进城堡的。这一剑是为了灰狗。臭小子，区区一个巡逻队的，居然敢伤到我！区巡逻队，当你们这些人渣偷懒、赌博、沉醉酒吧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苦练技艺，为的就是守护自己的镇子。现在你们这些家伙投靠长歌要塞，不惜为祸镇子，我绝不允许！没想到命挺硬的，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追！不要让那家伙给跑了！他们潜入城堡的目标一定是粮仓，没有了粮食，我们又只能去长歌要塞避难了。好不容易来了一位牵挂民心的领主，我身为巡逻队长，却连个粮仓都守卫不了。怎么了？还逃不逃啊？现在就让你知道忤逆莱恩公爵是什么下场！王子殿下是不会让你们的阴谋得逞的。王子殿下还在幻想那个王子来救你吗？快杀了他！别忘了莱恩公爵托付给我们的正事儿。难道到此为止了吗？你们在别人的地盘玩得这么开心啊？谁？不过想当着我的面杀人，只怕不太合适。你是什么人？这里的人啊。你们呢？是从阴沟里溜出来的老鼠吗？哼，管他是谁，杀掉！是谁？到底是谁阻止了这场动乱？单靠那名重伤的队长，绝对不可能反抗这么多人。只能说有人介入了这场争斗，并且不需要任何掩护，就自如地在其中游走，使他们毫无还手之力。除了地上的血与尸体，周围摆放的大物件全部完好，看不到一点打斗现场的样子。这些储藏腌肉的木桶，连点剑痕都没有留下。剑术竟然可以达到如此不可思议的境界吗？同为持剑之人，我平日里引以为傲的骑士家传剑术，又算是什么呢？报告，死者身份已经确认，8具尸体中有7具是边陲镇的原巡逻队队员，1人不明。送出去的那2个昏迷的人呢？重伤的巡逻队长布莱恩，据说马上会得到特殊的治疗。那个叫凶巴的已经送入地牢。把这里清理干净，把凶巴弄醒，我这就审问。是。哼，要不要这么急啊？5年征亡令，现在才过去几个月，就敢杀到城堡里来，还让不让人好好过冬？
这次如果不是你及时发现，只怕我已经惨遭毒手了。就算我不在，他们也不可能行刺成功。别忘了，安娜就睡在您楼下。你不如就在这里定居吧，担任我的暗卫，每个月2枚金龙的薪酬，比安娜多1倍，要不要考虑下？房子带花园，1星期休2天，每年都有带薪假。就是边休息边拿酬金的意思。抱歉，我可不能丢下共助会的伙伴。那就把他们都接过来。冬天一过，边陲镇就要大兴建设了，到时候多少人都容得下。而且女巫也可以不受歧视的行走在街头，没人会视你们为邪恶者。等您做到这点再说吧。好吧，案例失败，以后慢慢来吧。对了，娜娜娃已经被你安全的送回去了吧？他可吓得不轻。唉，平时只给鸡疗伤的小姑娘，突然半夜里被叫起来治疗满身是血的活人，真是难为她了。话说回来，你对这事怎么看？能推测出是我的哪位好哥哥或好姐姐做的吗？闹事的都是被收买的巡逻队队员，但我觉得这件事或许跟您的兄妹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太不严谨了。多人行动还起了内讧，失败后没有立刻自杀，至少留下了2名活口。这不像您兄妹的作风，倒像是外行人的策划。不管如何，您的骑士已经前往地牢询问口供了。我打赌，他很快就会得到真相。女侠饶命！比起您姐姐部下的棋子，那些家伙可逊色多了。殿下，你的事迹我已经知晓了，布莱恩，你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不，殿下，我那牺牲了的朋友才是真正的。安心吧，布莱恩，他会得到合乎身份的葬礼。而那个叫凶巴的家伙已经交代了全部罪行，他被判处绞刑，3天后执行。如果你身体能恢复的话，不妨亲自去看看。但殿下，凶巴说自己有贵族血统，贵族是可以用金龙赎罪的。您这么做会触怒长歌要塞的贵族。凶巴确实是麋鹿家族的远房亲戚，不过他既没有爵位，也没有封地。再说，入侵王子行宫，妄图焚烧存粮，不顾边陲镇2000人的死活，这3宗恶行加起来已是罪不可赦。要是他焚烧存粮成功，我们在边陲镇的根基将毁于一旦。面对如此罪行，我们当然不容退让。你就在城堡里好好休养吧，布莱恩。巡逻队的工作我安排其他人去执行了，等到邪魔之月结束，会为你举行册封礼。册封？是的，今后你将成为我的骑士，勇敢的布莱恩先生。预备，刺，全体立正，接受殿下检阅。一般检阅时该说什么？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会不会冷场啊？总之，随便找个人拉拉家常，体现我礼贤下士，刷刷声望就好了。训练辛苦了，觉得累不累？吃得好不好？这样问就可以了吧？接下来就得像电视里播的那样。您累，很好。这什么鬼？为什么下跪？等等，画风不太对啊。王子殿下居然亲自来看我们训练，王子殿下还问我们累不累？以后见到我不必这样，你先站起来吧。看来发放的伙食确实不错，比刚组成民兵队时精神多了。你们若是对训练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可以随时提出，包括伙食方面的改善，我会尽力保证你们摄取足以应对训练的营养。尊敬的殿下，我是想，民兵队目前人数实在太少，按现在的训练方式，等邪兽来袭时，大伙最多只能防守住城墙1/3不到的范围。是啊，光靠我们哪能抵挡？说不定殿下会从别的城镇招募佣兵来做主力吧。叫什么名字？凡纳，殿下。你的观察力不错。是的，光凭一支民兵队来看守整道城墙，的确不太现实。但是，邪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过是野兽的变种，它们没有像人类那样思考的能力。关于这一点，铁斧已经证实过了。是的，殿下，普通种的邪兽和野兽无异，甚至连习性都基本相同。可混合种我见的不多，也不敢肯定。那就行了。赤水河到北坡山脚有1800尺长，我们可以通过设路障，比如围栏、
土坡、水沟，这些没脑子的邪兽便会自动绕行，最后集中在我们准备好的防守区域。但殿下，如此一来，是不是太危险了？我们的防守说到底，也只是依靠长枪弓箭，恐怕很难坚持啊。只靠长枪弓箭，的确如此。不过，我们现在有了强大的新武器，比全副武装的佣兵还要可靠。新武器？成功了！殿下，这就是火药。这是天法的雷鸣！快跟我去验收成果。只要知道硫磺、木炭和硝石1比1.5比7.5的最佳配比，就能制作出来。材料来源广泛，没有任何技术门槛，实属穿越者种田神器。殿下，如果民兵队能拥有这样的武器，边陲镇将再也不用惧怕邪兽的威胁。他是否能大量制造？大概不行，待到邪魔之月来临之时，估计只够做20-30个。不过配合火枪与弓弩使用足够了。这是我们的杀手锏。从这里看去，我的世界只剩黑白两色，虽然很难以言喻，但却能使我不受凡物拘束，自由穿行。只要稍微换个角度，便能看到现实世界中绝对不存在的弱点。在这样的迷雾里，上和下、前和后都不再是固定的概念，它们相互变换，甚至重叠在一起。顺着这些变幻莫测的线条，我可以凭空而上，也可以穿透万物。当然，偶尔也可以在黑白的世界里看到其他的颜色。女巫是魔力的聚合体，我能看到她们体内魔力的流动和消逝。它也是迷雾中唯一的色彩。安娜身上的颜色就十分强烈和饱和。果然是你，你刚刚运用的就是自己的能力吗？哼，做完练习了吗？我带了鱼饼来，要不要吃？要。那去洗个手吧。不用。公主会里也有能控火的女巫，但都不能和安娜的魔力相比。可是魔力越强，反噬也越强。当邪魔尸体降临时，面对的折磨简直无法想象。安娜，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回去吗？公主会有很多姐妹，她们都会好好照顾你的。在这里，你只能在城堡范围内活动，不觉得闷吗？绝境山脉虽然物资不多，可我们都是一家人，为了相同的目的聚集在一起。你的力量这么强大，大家会很欢迎你的。今年冬天，我怕你撑不过去。加入女巫共助会之前，你曾住在哪儿？我以前住在东边的一座大城市，离王都不远。那你过得开心吗？为什么要问这个？我之前住在边陲镇的旧区，我父亲为了25枚金王，就把我卖给了教皇。是殿下把我带出了牢笼，在这里我过得很开心。但你出不了这个城堡，除了罗兰温布顿以外，其他人依旧憎恨着女巫。我并不在意，而且他说会改变这一切，不是吗？你在共助会过得开心，还是在这里过得开心？如果你们一直寻找的圣山意味着安稳和归宿，那么我想我已经找到了它。娜娜瓦，怎么办？安娜姐姐。女仆装赞。还睡？娜娜瓦的父亲来了，他发觉娜娜瓦是女巫了。娜娜瓦暴露了，这也许是个机会，把娜娜瓦留下来，把派恩一家都留下来。知道了自己的女儿不幸堕落为女巫，身为贵族的提古派恩会怎样？是低声下气求我隐瞒消息，还是干脆请我来解决这个难题？把我女儿交出来！娜娜瓦，快到爸爸这里来！您会把我卖给教会吗？你在说什么，傻孩子？教会又不收你这样的笨蛋呢！快跟我回家。派恩先生，我决定把事情敞开来说。您的女儿是名女巫，想必您也知道了。殿下，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父亲，我已经变成女巫了，对不起。别胡说！什么女巫？又是卡尔那家伙教的吧？
下，这是……我想我们之间似乎有些误会，现在能好好谈谈吗？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娜娜瓦进出您的城堡，只是为了练习她的女巫能力。是的，派恩先生，我像是会对小萝莉做啥的人吗？娜娜瓦的治愈能力对于伤者来说意义非凡，我希望她能留在边陲镇，协助我一起度过邪魔之月。殿下，请恕我拒绝。当邪魔之月降临，这里将变得十分危险，我不能把她留下。派恩先生，危险同时也意味着机遇。据我所知，你父亲曾是一位英勇的骑士，你继承的爵位也是来自你父亲的英勇作战。是的，当年父亲带着师从与难以想象的邪兽正面战斗，并取得了胜利。我家壁炉上至今还挂着那次战斗的战利品——一根巨大的邪兽角。但是据我观察，你并没有放下你父亲的传承。通常意义上的贵族不会像你这样打扮，而且你的手上都是硬皮茧子，派恩先生。但在莱恩公爵的近几年的打压下，派恩家很难再现当年荣光了。正是如此。你不像其他贵族那样成天混吃等死，而是秉承着骑士的精神，时刻都在磨砺战斗技巧，对吗？如果你愿意留在边陲镇帮助我们抵挡邪兽，并创下不错的功绩，那我将赏赐你一块适合子爵身份的土地。殿下，您的意思我理解了，只是我能否将娜娜瓦送回长歌要塞？万一我们抵挡邪兽失败了，不希望我的女儿葬身于此。派恩先生，长歌要塞不像边陲镇，那里到处是教会的信徒和眼线。娜娜瓦是女巫的事情，万一暴露出来，就算我也救不了她。当然，我会在码头留下一条小船，倘若真的发生意外，我会让娜娜瓦和安娜先行离开，他们会安全无恙。既然如此，我相信您，殿下。我愿意为您而战。离开？你在做梦吗？我哪儿也不去。殿下，你又是培养民兵队，又是造武器，矿石交易的收入已经花去大半了，这样撑不到邪魔之月结束的。您看如何是好啊？我知道了，把我金库里的全填进去吧。您说的这些我都会去办的，只是……你放心，边陲镇要是真的守不住，我会第一时间离开小镇。你快去忙你的吧，快去快去，走吧走吧。唉，仿佛钱包被掏空，都动用上我的私房钱了。要是边陲镇防线崩溃，我就真的没退路了。你在骗他吧？你根本就没打算离开边陲镇。人生已是如此艰难，有些事还是不要拆穿的好。听不懂你在胡说些什么。如果王子的身份都算艰难，那我们又算什么？即使当不成国王，只要活过征王令的这5年，你也是一方之主。比起担心这个，你还是多陪下安娜比较好，只怕她没多少时间了。我不觉得她活不过邪魔之月，她说她不会输给邪魔尸体，所以我相信她。你居然会相信一名女巫？我们可是被魔鬼诅咒的人。是吗？我也相信你啊。你居然没有说谎，测谎仪啊你！当然，我本来就很少撒谎。外面怎么这么吵？我去看看怎么回事。啊，是雪，下雪了。也是时候验收卡特和铁斧这2天的成果了。射中了，又射中了！你们2个训练的怎么样了？回殿下，您所说的要点我都掌握了。不愧是战斗种族，任何武器都可以迅速上手。不过殿下，您赐予我的这个天法之铁管真是威力无穷啊！要是当时能拥有这样的铁管，我在那只混合种面前，说不定不会那样狼狈。把这样强大的力量赐予给我，我铁斧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好了好了，不用这样吹捧我。那么，卡特，使用的要领你都掌握了吗？回殿下，使用方法我是明白了，但是这东西的产量……我明白，除了你们手上的这2只，还有2只正在打造，估计过2天才能完成。热兵器时代的开启，比我想象中的要匆忙许多，但我们已经没有再考虑的时间了。邪魔之月开始了。
参见王子殿下。昨晚情况怎么样？好吧，应该教他们行军礼的。没有发现邪兽的踪迹，殿下。按以往的经验看，第一场雪后的邪兽不多，异化的也只是一些弱小的动物。那就继续保持警戒吧。等等，快看前面！天哪，那不会就是邪兽吧？它在往这里来了，在往这里来了！殿下，您说要不要现在就拉响警报啊？按之前的演练，你应该自行判断是否吹响号角。在这一点上，你比我更有经验。看来通过一番训练，城墙上的秩序维持得不错。目击邪兽时，首先要沉着冷静地观察，随后才能精准、迅速地组织起防御。看起来大概是一只狐狸变种。是的，这家伙看样子才被侵蚀没多久，威胁不大。看起来的确很像是被地狱的气息感染了。殿下当心，看样子他打算跳上城墙。殿下小心！还好没让这家伙跳上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们的血液居然是黑色的，因为受了邪魔之力的侵蚀吗？但为什么女巫觉醒后却能保持神智？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绝境山脉背后看一看。如果被邪兽咬到会怎么样？变得和他们一样吗？当然不会，被咬到的话只会化成一具尸体。还好这不是异世界版的生化危机，要不我还真没那个技术去提取丧尸病毒的抗原。那么他们的肉呢？能吃？殿下，这种邪祟之物怎么能吃？他们都是被地狱气息污染过的呀！您的骑士说的没错，我曾割下邪兽的肉喂猎狗，结果猎狗吃下肉后很快就死了。唉，是吗？真是太可惜了。可惜，边陲镇的食物来源十分匮乏，如果邪兽的肉能吃，那冬天简直就是丰收之月啊！想想看，整个森林的动物都发了疯一般往边陲镇跑，捕猎工具都伤了。报告王子殿下，有伤员出现了。伤员？邪兽刚刚不是被击毙了吗？怎么可能还有人受伤？据战地医院提供的情报来看，伤员并不是来自保卫城墙的民兵队，而是北坡矿山的工人。唉，怎么安娜不在你就无聊了？夜莺姐姐，讨厌，你吓到我了。抱歉抱歉，安娜她还在工作呢，大概晚点会过来吧。工作是指烧那些灰色的泥粉吗？目前来说是这样。我的铲！唉，我也有工作。王子殿下要我守在这里，是两位保卫小镇受伤的人，也不是说不愿意，只是这太可怕了，实在是太丢脸了。明明平时都在好好练习治愈的能力，等到真正要派上用场的时候，总是害怕的不行。要是我能变得像安娜姐姐那样坚强就好了。好像有人来了，但听起来不像安娜。派恩小姐，请您下楼一趟，有重伤者。好痛！脸，眼睛！王子殿下，求您救救他，求您了！这是蒸汽烫伤？难道北坡矿洞的那台蒸汽出号机出问题了？殿下，现在是什么情况？娜瓦，娜瓦，你还好吧？没事的，交给我吧，我可以的。天哪，这就是殿下所说的治愈能力吗？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啊！乖女儿，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是奇迹啊！她就像完全没有受过伤一样。有了娜瓦小姐在邪魔之月里
大家都有机会留下来。我受伤时也是娜娜瓦小姐施以的援手吧？太感谢您了。那时为了救你，娜娜瓦是从家里偷溜出来的，让他爸爸知道就完蛋了。他醒了。我是在做梦吗？我明明……并不是，你还活着。是这位派恩家的大小姐救了你，她是一名拥有治疗能力的女巫。啊？殿下，您不觉得这件事做得太急了吗？你是指娜娜瓦吗？女巫，殿下，女巫不是魔鬼吗？你胡说些什么？我女儿和魔鬼一点关系也没有，她可是救了你一命的人。难道你认为魔鬼会对你伸出援手吗？请原谅我的失礼，感谢您救了我一命，派恩小姐。娜娜瓦是女巫的事情肯定会泄露出去，她恐怕过不上正常人的生活了。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期了。想要在邪魔之月里发挥出娜娜瓦的能力，就不可能再隐瞒女巫的身份。托边陲镇又小又破的福，教会对这里的影响十分有限。镇里连个小教堂都没有，而且最近传教士们因为害怕邪兽，早就跟着那些贵族返回了长歌要塞。此时的边陲镇就像一座和外界断绝了联系的孤岛。这是您早就计划好的？当然，漫天大雪掩盖了通往长歌要塞的道路，而码头的船运也控制在我的手中。教会无法得知边陲镇的消息，更不能对我们出手。我们至少有3个月的时间来扭转女巫是邪恶者的观点。想必你也看到了，被娜娜瓦施救过的布莱恩和矿工不但没有因为女巫的力量而心生恐惧，而且将娜娜瓦视为救死扶伤的天使小姐，只要不是当场死亡，都能在娜娜瓦手里捡回一条性命。这将会大大提升民兵队的士气。虽然我没指望整个镇里的人都能因此改变看法，但我至少要在这支新生的民兵队里种下新思想的种子。这真的能做到吗？不走出这一步，便永远不知道答案。为什么你要为女巫做到这一步？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边陲镇不计较出身，希望有一天，即使是女巫在我的领地上，也能像自由人一样生活。请原谅我之前对您说谎了。说谎？公主会的姐妹们颠沛流离太久，她们没有太多奢望，只求有块安身之地，便能心满意足，哪怕是在这样一座城堡里。那跟被锁在牢笼又有什么区别？等等，你是说你愿意带他们过来了？但这么一来，您将与教会为敌。教会的老窝远在千里，就算他们得知我们的情况，也不可能跨越整个灰堡来讨伐我。这是对王室威严的严重挑衅。我需要从边陲镇开始，积累能够与教会决裂的力量，然后我将构筑一个女巫和普通人能兼容并存的世界，并将其推广至灰堡，甚至整个大陆王国。王都，我终于回来了。信号，时机已到，进城。我来取回本就属于我的东西了，父王。殿下，我在此恭候您多时了。你做得很好，王宫的守卫也调换了吗？回殿下，计划出了一点意外，因为人员的变动，我只来得及更换陛下寝宫的护卫罢了。只要寝宫那队人分出2个跟着我，其余守好门口，别让外人进来打扰我就行。是，此行不会有人拦着您的，毕竟您是灰堡之王的长子，法理上的第1继承人，而且代表您天命的那颗天启星正离之日远去，最多还有4个月便会完全离开轨道。想必您也知道天启星的运动昭示着什么。殿下，您在听吗？是啊，我明白，
这说明我将会打破征王令的成规，登上辉宝的王座。怎么有一股血腥味儿？回殿下，陛下傍晚时召见了一名侍女，她出来时看到了我们的调换。请放心，我们已经妥善处理好了。侍女？父王很久没碰女人了，自从母后去世，真安静啊。这不是正好吗？守在这里的亲卫看起来并不多，您的行动会更方便。我本来就没必要偷偷摸摸地潜进来，我是光明正大的来和父王谈论继承权的归属。只是如果说服不了他的话，我只能选择其他方式了。好浓的血腥味儿！怎么会？提费科，你干了什么？和你一样，哥哥，我本不想这样做。提费科，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的圈套。哼，征王令本就是一场棋局，我本想按规矩走完，但是三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下这盘棋。当然，你也是，要不你怎么会一听到王学士的星象预言，就千里迢迢奔赴王都？学士，我可没有骗你。天启星正离值日远去，寓意为寻路人偏离了正确的道路，但它同样也有陨落的意思。提费科，温布顿，同样是儿子，可他唯独对你倾注了那么多心血，将最好的领地划分给你，没想到你却最后先反咬他一口。你简直是这来自地狱的魔鬼！你真的这么认为吗，亲爱的哥哥？假若此行未能说服他将王位继承给你，你真的打算就此罢手？别骗自己！把我骗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除掉我。除掉你？不，那对我没有任何帮助。如果我老老实实的等到5年之后，恐怕面对的是三妹的海盗大军。说实话，我很佩服他，居然在征王令之前就预见了一切。我们小时候相处如此融洽，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非要杀掉彼此才行呢？比如现在的你，只怕想要一剑把我劈成2半吧。我直截了当的告诉你吧，我想要终止征王令。和他的碧水港不同，我的金穗城不适合养育战士，我需要一支军队，足以抵挡三妹的军队。只有辉宝之王能做到这一点。提费科，你！科隆温布顿，你明天将会因为擅离领地、行刺国王而被审判，你会因为弑王者的罪名被送上断头台。审判？你也有资格审判我？我会把这一切都说出来，让支持你的人知道你是什么怪物。你做不到的，哥哥。炼金法有一种药叫忘语，喝下后你将发不出任何声音。我今夜就要返回金穗城，在父亲的噩耗传遍东境之前做好准备。我会深表哀伤，并义不容辞以第2顺位继承人的身份加冕为王。卑鄙！如果你非要怪的话，就怪我们那天才般的三妹吧。不是她的话，我也不会走出这一步。带走，提费科，你这魔鬼！我要你不得好死！殿下，王座已经是您的囊中之物，我也该称呼您为陛下了。是，你做得很好。当我坐上辉宝王座后，我会完成我们的约定。不过，今天看到我哥哥悲惨的模样，我觉得有些约定应该再加上一道保证条款。殿下，您的意思是？这东西想必你见得多了，你是聪明人，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吧？吃下去吧，我只是不想被人背叛而已。哼，该死，事情本来不该如此的。父王，克隆哥哥已经返回王都了，他此行的目的是逼您交出王位，你难道不予以制止吗？父王，父王。你这是做什么？
这背后藏着什么人。胆敢插手王室的斗争，我定让你知道惹恼一位君王的下场。这一个星期来，边陲镇还算平静，矿山的蒸汽出号机修好了，没再出事故。城墙那边的邪兽也不多，靠猎户队就可以应付得过来。我终于能静下心来规划边陲镇的经济发展了。只要建立合理市场，想让之前掏空的钱包再鼓起来，那是分分钟的事。什么鬼？有这么快就打脸的吗？陛下，是警报，城墙外出现了大批邪兽群。真的来了，这么多！要同时和这么多邪兽战斗，我只是镇里的一个碎石工啊！当初选择进队，只是因为午饭里有鸡蛋啊！怎么回事？墙在震动，牛撞墙上了！长枪队就位，刺！只能硬上了。糟了！长枪队守好眼前，继续迎敌，不要东张西望。是，尝尝这个。这畜生已经死了，继续守好你们的位置。班纳副队长怎么办？他的肠子流出来了！该死的，拿布条来绑一下。所有人不要慌，都忘了训练时是怎么做的吗？按条例执行。你们俩抬着他去医疗点，快点！其他人守好位置，城墙下还有别的邪兽。看来我往民兵队投入那么多鸡蛋，终究没有白费。天哪，那是什么？我们恐怕有麻烦了。什么鬼？如果邪兽的变异尚在生物学范畴之内，勉强还能理解，但这家伙怎么看都是恐怖电影里会出现的吧？殿下，弓箭对他无效啊！这下难办了。只要有这层坚固的外壳，它就像一架行走的坦克，即使是再好的射手，也不可能把弓箭射进坦克。上火枪！是。他进入了射程了，射击！他过来了，这么大！火枪果然也不行啊！都冷静下来，不要慌张。凡纳副队长，你带几个人去仓库里把火药搬来。是。然后其他人听我。这又是怎么回事？殿下，混合种已经撞上城墙了。等等，这生意，他想做什么？糟了，他还有这一手。城墙的抗压能力虽强，但抗拉和抗减能力很差，对震动的防御基本为0。这样下去，撤离！月英，你一直在。我不放心才过来看看，不过现在你打算怎么解决？墙已经破了一个大洞了，再不采取行动，那个大家伙就要进来了。没事，我们的最终武器还没有登场。快点点燃它，放到这畜生脚下！我想想，步骤我都记得。冷静，冷静。报告，火药已经点燃，大家快趴下！哇！邪兽被炸死了！怎么样？我说过无需担心吧？等等，又来了，是一大波！城墙已破，怎么办？可恶，数量太多了，根本挡不住。城墙倒塌，阵型溃散，怎么办？怎么办？喂，这里危险，快点离开！
那团火焰时，安娜，等等，我的计划里可没有安娜亲自上阵这一出啊！作为代替工业发展关键工艺的人物，安娜不能有失。我明明把她安排在战地医院里躲避风险，她是怎么跑出来的？抱歉，殿下，安娜小姐担心您在城墙上的安危，说什么都要过来，我根本拦不住她。本打算让娜娜瓦来刷民兵队的好感，等大多数人都接受女巫后，再把安娜的存在公开。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别管我了，快去保护好安娜。是。夜莺，你也去。我知道了，请你也注意安全。听从殿下命令，保护安娜。这是焰墙。我知道了，其他的交给我吧。殿下，是殿下，殿下开枪了。城墙破洞已经被堵住了，所有人上城墙！长枪队重整队形，猎户队自由射击，守卫我们的城墙，守卫我们的边陲阵，守卫边陲阵，为王子殿下而战！杀！这已经是最后一支了。太好了，我们真的击退邪兽了！王子殿下万岁！殿下，我们果真做到了，靠着您提供的火枪和火药，击退了超乎想象的敌人。这都是大家齐心协力的成果，尤其是安娜。对，安娜，光顾着指挥作战，把她的事情给忘了。我该怎么和民兵队解释她的存在？恐怕又要被认为是邪魔或者妖女了吧？大家且慢，不要动粗啊！啊！原来如此，虽说未知的力量很可怕，但当这股力量站在自己这一边，一起对抗邪恶的敌人时，恐惧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就会是信赖与感激之情。安娜，你还好吧？是，殿下。等等，你的脸色好苍白。安娜，安娜！父王死了，我的父亲艾琳·温布顿，辉宝之王死了。等等，怎么死的？这上面写着，是我哥哥戈隆杀了父亲，随后被亲卫擒住。他没有畏罪自杀，于是被几位大臣提起公审，以判处斩首之刑。可这不正常。当然不正常。我那哥哥虽然比较笨，但还没蠢到自寻死路。如果没人引导，他做不出这种事。这摆明了是一场陷害。除了我二哥提费科，还有谁使得出这种阴招？瞎子都能看出来，此事过后对他最有利。然而单凭父亲对他的偏爱，他根本不必做到这一步。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害怕我，他害怕黑帆。这一步走得太过直白，虽然提费科把谋害国王的举动推到戈隆身上，但也就能糊弄一下辉宝的平民百姓。他想要完全掌握辉宝的权柄，估计还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得稍稍改变一下计划。您指的是？他登基以后，必然会第一时间就来对付我。我们明天就起航。起航？殿下，您难道想要？既然提费科不愿意等到5年之后，那我也不会让他失望。可是您也说了，温布顿陛下刚刚过世，现在正是举国哀悼期间。怎么，我还需要先掉眼泪吗？不，您不需要。去吧，将黑帆的各位舰长召集到我这儿来。遵命，殿下。不，女王陛下。那天之后，没再出现大群邪兽，受伤的民兵队员完好归队，所有人的战斗热情都变得高涨。卡特还将那只混合种的甲壳吊到城墙断口处，
使它成为城防的一部分。对大规模邪兽侵袭，仍能取得足以傲人的胜利。最大的功臣，毫无疑问的是他。然而，已过了1个星期，他还是没有醒来。今天午夜，他将在昏迷中成年。不，他会在昏迷中死去。成年之日的痛苦，只能用意志去克服，无法与邪魔尸体相抗的，就只有死。在颠沛流离的数年里，我见过太多死亡，女巫们像牲畜一样被对待，绞死、烧死，或被贵族当作取乐的道具，一点点折磨而死。侥幸逃生的女巫也只能远离人群，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而不知位于何处的圣山，只是他们心中遥不可及的奢望。但安娜不同，除了共助会的姐妹们，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会对女巫如此关心。她被人需要，被人重视，被人当作正常人一样看待。殿下，即使安娜没有撑过成年，她也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圣山。我满足了您的好奇心，殿下。现在可以杀死我了吗？我只想待在殿下的身边，仅此而已。邪魔尸体杀不死我，我会战胜他。离开？你在做梦吗？我哪儿也不去。我会陪你到最后一刻。谢谢您。开始了，安娜体内的魔力开始狂躁。这就是邪魔尸体，可是安娜看起来还是没有丝毫变化。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安娜，有没有哪里痛？让我看看。浑身都没有伤口，不会是内出血吧？能说话吗？还记得我是谁吗？殿下，你慢慢来，安娜这才刚刚醒呢。抱歉。你这是火焰变成绿色了。辞行？你是说你现在就要走，回共助会那儿去？是的，如您所见，安娜不仅醒了，还顺利熬过了邪魔尸体的折磨。虽然不清楚原因，但她恐怕是第一个安然无恙度过觉醒日的女巫。你也看到了她火焰产生的变化，那很可能是她派生出的新分支能力。那团绿色的火焰完全听从于她的意志，既能保持一个和体温相近的温度，也可以瞬间将温度升高，而且还能实现复数召唤，在5米范围内以较慢的速度缓缓移动。安娜体内的魔力浓度极高，照理会受到强大的反噬。到底是什么让她毫无痛苦就度过成年日的？我的猜想是，那次城墙大战，安娜长时间输出大量火焰，正好将体内的魔力耗空，才在邪魔尸体时减轻了反噬效果。毕竟女巫是魔力的汇聚体，要承载这种力量，作为容器的身体负荷一定很重。他们在这个时代受到大多数人的敌视和打压，只能选择隐藏自身的能力，装作一名正常人，战战兢兢地活着。之前在成年之日死去的女巫，很有可能是因为魔力无处释放，导致容器本身损坏。很有可能。那我更要尽早将这个消息告诉共助会的姐妹们。今年冬天还有许多人要面临同样的难关，如果他们也能顺利度过的话，我将会把他们带往您这边。到时候，希望您能接受他们，就像您接受安娜那样。虽然很高兴你能这么想，但是等到邪魔之月结束再启程也不迟吧？现在外面天气恶劣，邪兽横行，并不安全。早一天送达消息，或许就能少几个人离我们而去。请放心，一般邪兽无法发现我的行踪。那你的觉醒日呢？是在什么时候？冬末春初这季，不用担心我。近些年那些痛苦已经越来越淡了。好吧，我知道了，一路上注意安全。那么，期待我们下次再见，罗兰殿下。唉，依旧是这么我行我素，神出鬼没啊。
如果我的猜想正确的话，那对于女巫的意义可是翻天覆地。接下来，娜娜瓦可能也要遭受同样的磨难，不能让她闲着。另外还有夜莺带来的女巫共助会人员的安置问题，还有蒸汽2号机的生产，还有边陲镇开春的贸易往来。殿下，长歌要塞的使者带着文书求见。这个金银花家族的使者说好去和长歌要塞的贵族们谈边陲镇贸易条件，这表情果然是谈崩了吧？什么？国王死了？陛下，我受莱恩公爵的指明，将这封文书传达给您。征王令已经结束，您接到旨意后，应在冬末之前返回王都。辉宝的新国王提费科温布顿陛下将会根据6个月来的执政情况，为您正式册封领地和爵位。殿下，请节哀。国王不幸逝世，而凶手竟是大王子，这真是一场悲剧呀！不知殿下您接下来作何打算啊？戈隆的死太过蹊跷，我想看看三姐和五妹的动静再说。虽然我对加西亚·温布顿了解不多，但他绝对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他不会轻易返回王都，我只要跟着照做就行。王都说不定会因为这场王权更替而变得动荡不安。首先要做的是将你们的亲人家属接走，你和卡特以及你们的手下都写上一封家书，我会托亲卫携带着前往王都，将他们安排到其他城镇暂避。多谢殿下关心。另外，最近的铁矿暂停出口，只向柳叶镇出售宝石原石，铁矿石我需要留下来自用。还有，扩大民兵队规模的招募通告要你，相应的训练条例。这次使者带来的文书对我来说是噩耗，是两难的选择。哼，大错特错，简直是雪中送炭，瞌睡时递枕头。只要我守在边陲镇不动，就必然会有人会跳出来，比如长歌要塞的莱恩公爵。等到邪魔之月一过，他十有八九会打着兴亡的旗号一统西境，这正是我最需要的。工业化最缺的就是人口，边陲镇顶多2000余名居民，许多项目都无法展开。购买奴隶、招募人才、鼓励多生、强制婚配，这些都不现实。王子，只要我反过来拿下长歌要塞，就能得到大批自由民，同时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还有什么比吞并更容易获得人口？还有什么比掠夺能更快积累财富？真是百废待兴啊！只希望夜莺能早点带领女巫们回来帮我。叶子，是我。夜莺，你回来了。这又有2个姐妹。啊，是艾妮和艾希，她们在5天前没能撑过成年，这是经常发生的事，不是吗？不说这个了，赶紧去营地吧。温蒂念叨你好久了。温蒂，我回来了。维罗里卡，欢迎回家。维罗里卡，辛苦你外出了。你冷不冷啊？饿不饿？说过多少次了，我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懦弱的小姑娘，我现在是一名强大的女巫，快别这么叫我了。维罗妮卡已经不复存在，曾经的你也是你，摆脱昔日的噩梦，不意味着要和过去割舍。当然，你喜欢就好。夜莺，我一直在等你回来，一路辛苦了。谢谢。哦，对了，那名叫安娜的女孩怎么样了？你没能救下她吗？不，她不需要我们去拯救，相反，她拯救了我们所有人。那的领主叫罗兰·温布顿，是辉宝的4王子，他愿意收留我们，而且他还承诺，将来有一天要让女巫在他的领地里也能像自由民一样生活。他真的这样说了？是啊，在我们到那里之前，他就已经救下了安娜和娜娜瓦。王子从来不以为女巫的力量来自魔鬼，他说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力量。温蒂，你也知道我的分支能力，除了能看到魔力的流动外，还能辨别他人是否在说谎。那位王子说要保护女巫，不惜与教会作对，都是真的。这是他设计的蒸汽机图纸，是他与女巫安娜共同凝聚心血的产物。他是真心想要接纳所有的女巫，也希望能在边陲镇营造出不输给圣山的完美居所。够了！尊敬的导师，您好，
我听到你说的那些故事了。你想告诉大家，我们现在为了寻找圣山所做的都是错误的吗？教会确定了？是的，陛下，教会确定石头没有被调换，也没有失效。仙王所配这颗顶级的神罚之石，无疑是对抗魔鬼最有力的武器。如果这也能失效，只怕教会早就被女巫……但这也不能证明女巫没有参与其中。父亲没理由自杀，真是太过诡异。而又论诡异，又有谁能比那些妖女更擅长呢？继续搜捕女巫，内城外城给我彻查。是，陛下。够了！一个王子同情女巫，简直跟同情青蛙一般可笑。姐妹们，难道你们忘记了那些凡人是如何对付你们的吗？那群无能之辈，冒充神的威名，将利刃和鞭子对准我们。没有神罚之石的话，他们凭什么将女巫踩在脚下？你被凡人蒙骗了。成年日的苦楚是神明对我们精神和肉体的考验，只有意志坚定、顽强不屈的人，才配获得真正的力量，才能在圣山中寻得永恒。苦楚是考验，那些在觉醒日遭受尸体之苦没能撑过去的姐妹，都是不值一提的淘汰者。这说法和教会又有什么不同？孩子，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忘掉你说的那些故事。我可以原谅你的无知和过错，重新接纳你，成为共助会的一员。既然如此，我会带走愿意跟我离去的姐妹，而决定留在这里的，祝你们好运。这是魔力之蛇。